承志，这把紫檀鲁班尺你拿好，记住，不管世道怎么变，守住鲁班正统，别让老祖宗的东西断了。师父，徒儿记住了。你这老东西，这太师椅价值300万，你一个扫地修桌子的碰他干什么？我没碰，他受潮，孙某自己送来。还敢狡辩？当时就你一个人在展厅打扫卫生，不是你弄断的还能是谁？今天沈董就要来视察，这把椅子是咱们厂的招牌，你赔不起就去坐牢吧。沈董，是这个维修工笨手笨脚，弄坏了镇厂之宝，我马上报警抓他。集团全资收购你们厂，看中的就是这把椅子的传统工艺。现在招牌砸了，你跟我说报警？沈董，这把责任推给一个基层工人，这就是你的管理能力。明早8点，如果这把椅子不能恢复原样，你们整个管理层全部滚蛋。哼，这里我说了算。老东西，明早8点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。师傅，您说手艺是手艺人的命，可这年头命不值钱呐。但这把椅子是您那辈人的心血，我不能让它在我眼前毁了。谁在里面？沈董，太师椅毁了，咱们厂的招牌砸了。现在史密斯先生出资高价接盘咱们厂，全面改造成机床流水线，这是现在的唯一活路。赵副总，我昨天说过，修不好椅子你就滚蛋。你现在带外资来逼宫。沈董，史密斯先生早就和我谈好了，之后还让我当总经理。我劝您认清现实，传统手工早就该被淘汰了，木头断了就是断了。你们中国的榫卯不如我们的螺丝钉结实。沈董，集团董事会那边施压了，说如果这家厂招牌都没了，就必须同意史密斯的收购案。沈董，董事会都不支持您了，展厅那堆破木头，神仙也修不好，签字卖厂吧。好，如果椅子没修好，我同意签字；但如果修好了，这厂我绝不会卖。沈董，您非要看这堆破烂，那我就让您死心。这不可能！昨天明明断了，胶水呢？钉子呢？怎么连条缝都没有？没有胶水，没有钉子，连木门都修上了，这不是普通维修工能做到的。沈董，也许是哪个工人偷偷用了新型胶。闭嘴！封存这把椅子，通知木作鉴定专家马上来查。是，沈董。昨晚这里到底来过什么人？赵总发话了，咱们部门不养闲人，今天必须走一个。主任，不能踩我啊！我老婆没了，孩子还在医院躺着等医药费，我求求您了，少跟我哭穷。厂里看的是技术，既然你们都不想走，那就按规矩来。5分钟内谁能把这组燕尾笋拼出来，谁留下；拼不出来的立马滚蛋。拼不上，怎么拼不上啊？完了，孩子的救命钱啊！老鲁，你疯了！我老了，眼睛花了，手也抖了，这活儿我干不了了。小王年轻，手脚麻利，留他吧。鲁叔，你……沈女士，这简直违背了物理学常识。扫描仪显示，这把椅子内部没有任何金属螺丝和化学胶水的痕迹。约翰，直接把它给我拆开！我要让所有人看看中国榫卯的虚伪。史密斯先生，这可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。弄坏了，我出10倍的价钱赔偿。动手！啊！
接缝处里面的木头就像是长在一起的，根本找不到任何着力点。用切割机把你们的破铜烂铁拿开，别碰这件艺术品。你这个老头是谁？史密斯先生，这位是国内木作界的泰斗李老。木门相扣，气运贯通，阴阳咬合，浑然天成。李老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这是锁龙笋，失传了整整300年的神技呀！什么锁龙笋，装神弄鬼？你懂个屁！锁龙笋不用一钉一胶，靠的是木头内部的力量连接，受力越大，咬合的越紧。这手艺，全世界现在找不出第2个人。神董，我出500万，求您把这把椅子卖给我。我出800万，我出1000万。沈总，只要你引荐这位大师，我再加500万介绍费。都不卖。去查昨晚展厅的所有监控录像。是，沈总。5分钟内，我要知道昨晚是谁在这里修了这把椅子。这是婚房的首付催款单，还差10万，下周必须交齐。这是下个月的房租，这是我爸下周的理疗费。婚房首付又够呛。理疗费我用这个月的工资垫上了。我今天下班路过药店，给爸买的进口红血膏药，听说对陈年旧伤特别管用。这膏药一盒要500块。我们现在连吃饭都要速记到几毛钱，你买这么贵的药干什么？爸的手腕一天比一天肿了，他那是几10年的职业病，再不贴点好药手就要废了。这就给他送过去，顺便让他把那些破木头全扔了。不能再让他这么疯下去了。你还在弄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？明明，你怎么来了？吃饭了吗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小雅省吃俭用给你买的进口药。你的手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拿刀？你不要命了吗？这块料子好，我马上就雕完了，能卖个好价钱。你看看这个家，墙皮都在掉，我连结婚的首付都凑不齐。你守着老规矩雕了一辈子木头，你赚到1分钱了吗？时代变了，现在工厂里全都是机器，几分钟就能切出一套家具。你这手艺连顿饱饭都换不来，能不能认清现实？放过你自己，也放过我们吧。你说的对，我收起来。
丫头，别怕，这孙某差不了。沈董，下午2点有一个100亿并购案的跨国视频会议，全部推掉。沈董，并购会议筹备了3个月，对方总裁已经在连线等候了。我不管对方是谁，马上取消我今天所有的行程，动用集团所有的资源去查那个维修工的档案。就算把整座城市翻过，今天天黑之前，我也要见到他本人。明明，今天下班挺早。爸，您厂里今天该发工资了吧？厂里最近效益不好，要裁员，我主动辞职了。辞职？房贷下周就要扣款，小雅的彩礼还差5万，你这个时候辞职？明明，你别急，我手里还有一块极品的紫檀料子，那件九龙戏珠我已经雕了1大半了，只要再给我半个月时间，等我把它刻完，卖给懂行的老板，你们结婚的钱就全有了。用这双手刻吗？你以为我没看到这张单子吗？医生写的清清楚楚，重度腱鞘炎，你的手已经不能再劳累了。医生说，你再这样没日没夜拿刻刀，这只手就彻底废了。我刻了一辈子木头，除了这个，我还能干什么？爸，把这些没用的木头扔了吧，他们不能当饭吃，也不能当命啊！你放过你自己，也放过这个家吧，算我求你了。放大他的脸，就是他。他叫什么名字？现在在哪个部门？沈董，人事系统显示他叫鲁承志，是后勤休息部的普通工人。马上带我去见他。可是，系统显示他昨天下午已经被部门主任辞退了。辞退？谁给他的权利？鲁承志为什么被你们主任辞退？您是？这是集团的沈董事长，回答问题。沈董，不怪主任，是赵总下令要辞退部门的人。部门主任逼着我和鲁叔2选1，拼不出榫卯的就走人。我手笨，拼不上。我孩子还在医院等救命钱，鲁叔明明不到1分钟就拼好了，但他看我这样，就把自己拼好的木榫折断了，把饭碗留给了我。他家住在哪儿？好像在城南的城中村。备车去城中村。沈董，下午还有会议，天塌下来也给我推掉。我现在就要见到他。哟，这不是老鲁家的大将吗？怎么祖传的手艺不灵了，改行捡破烂了？王大婶，您说话放尊重一点，我公公的手艺是无价之宝。无价之宝？那怎么连你们结婚的婚房首付都凑不齐？小雅啊，婶子劝你一句，这老头子现在连工作都没了，以后就是个累赘。你趁早跟鲁明分了，婶儿给你介绍个有钱的。闭嘴！你再说一遍试试。鲁明，婶子可是为了你好，你爸现在捡破烂，丢的是你的脸。我爸捡的不是破烂，他这双手供我上学，给我凑了首付。不识好歹，一家子穷鬼，活该受穷。爸，回家吧，别捡这些木头了。明明，爸不能再当你的累赘了。
老伙计，对不住了。留着你，总觉得我还有念想。爸，你拿的什么东西？这么大一袋？就是一堆废木头。废木头？我帮你扔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扔。明明，爸想通了，以后爸再也不碰这些木头了。明，你快去追啊！那一大袋东西怎么可能是废木头啊？我就是想让他别刻了，谁知道他脾气那么倔，真把东西扔了。那可是他半辈子的心血，你赶紧去废品站找找。我这就去。乖乖，这车得好几百万吧？怎么开到咱们这破地方来了？看那女的排场，肯定是哪个大老板。你们找谁？鲁真诚住这儿吗？我是他儿子，你是谁？这是我们集团的沈董事长。沈氏集团，那不是咱们市最大的地产公司吗？这把椅子是你父亲修的？看这手法，应该是我爸修的。他之前在家具厂当维系工，平时就爱鼓捣这些。你父亲用的是失传100年的索隆榫，他是我们整个建筑界苦寻了30年的国宝级泰斗。国宝？沈董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我爸就是个修桌椅板凳的木匠，他连我的婚房首付都凑不起。木匠，你知不知道工艺馆的古建泰斗看到这把椅子当场开价1000万要拜你父亲为师？1000万？你父亲人呢？他手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作品？哪怕是一块废料，价值都不可估量。作品？东西在哪儿？说话！扔了，被他当垃圾扔到废品站了。你说什么？扔了？那可是无价之宝！我混蛋！我逼他放弃木作，他为了不拖累我，把那件九龙戏珠装进垃圾袋扔了。什么时候扔的？就10分钟前。去废品站，快！沈董，那里脏，您这身衣服是高定啊！这位老板，您找什么啊？这女老板疯了吧？穿着几万块的衣服翻垃圾桶，造孽啊！这是找什么宝贝呢？沈董，我叫几10个工人过来找吧，您别找了！闭嘴！那是卢老的心血，是无价之宝，绝也不许碰坏了。找到了，没坏，没坏！我的老天爷，这木头雕的跟活的一样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！爸，我错了，我真该死啊！这儿子真不是东西，这么好的宝贝当垃圾扔。就是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这件木雕，我代表集团出价5000万收购，但前提是
你必须把你父亲这位国宝级的祖师爷给我完完本本的请回来。老板，你们这儿还招搬砖的吗？我力气大，能吃苦。大爷，你这岁数得有60了吧？我们这儿不要老年人，出了事赔不起。我身体好着呢，工钱少给点也行。你这手都肿成这样了，还搬砖？赶紧回家抱孙子去吧。去，别在这碍事儿。哎。陈教授，这根柱子的尺寸完全按照图纸切的，误差不超过1毫米。尺寸是准了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没有那种古建筑的魂儿。机器切出来的死木头，当然没有魂。老先生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木头是有生命的，它的纹理、密度、含水率都不一样。手工凿出来的榫卯能顺应木头的脾气，让2块木头互相借力，活在一起。机器不管这些，它只会生硬地切断木纹，切出来的榫卯看着严丝合缝，其实内部的韧力全被破坏了。您懂古建修复？略懂一点皮毛。老先生，您刚才这番话一语道破了我们现在的技术瓶颈。我是省古建研究所的陈建国，我想聘请您做我们的技术顾问。陈教授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家里人也撑疼了，不让我再碰这些了。老先生，您不需要亲自动手，只要您在旁边指导，指出我们的错误就行。木作这行，不动手只动嘴，眼力再好也是白搭。我还要去前面的劳务市场看看，找个保安或者保洁的活。真正的大师竟然落魄到去当保安，这是我们整个行业的悲哀呀！明明，小雅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爸，我错了，我真该死啊！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催款的人又来了？爸，不是催款的，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来了。沈氏集团？爸，你前2天是不是在家具厂修了一把太师椅？是修了一把，怎么没修好？他们找上门要赔偿了？不是，修好了。沈董说，你用的是失传100年的锁龙笋，他说你是国宝级的泰斗。爸，沈董今天开着迈巴赫来找你，他看到你扔在废品站的那个木雕了。爸，沈董出价5000万，5000万啊！他要买下那个木雕，还要请你回去当祖师爷。爸，我错了，我真该死啊！我竟然逼你扔掉那件无价之宝，我差点毁了你一辈子的心血。明明，快起来，爸不怪你。爸，沈董说他明天一早就来接您，他说要用最高规格的礼仪请您出山。最高规格？师傅，咱们鲁班树终能见天日了。哟，这不是老鲁家的大木匠吗？今天穿的这么板正，是要去哪个工地搬砖啊？老鲁啊，听说你昨天去废品站捡破烂了？可不是嘛，连儿子的婚房首付都凑不齐，还在这装是什么大尾巴狼？王大婶，你最好把嘴巴放干净点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你们一家子穷鬼还怕人说？卢老，沈氏集团董事长沈南青特来恭迎您出山。王大婶儿，看清楚了，我爸不是去搬砖，他是去当沈氏集团的祖师爷。卢老，您请上车，小心碰头。卢老，您喝水。谢谢沈董。卢老，您叫我南星就行，在您面前我永远是个晚辈。卢老，
集团最近承接了一个国家级的古建复原项目，是一座明代的9层木塔。但是我们的专家团队遇到了一个致命的难题，木塔的第7层承重结构，无论用什么现代力学计算，都无法支撑上面2层的重量。你们的专家是不是想用钢筋加固？您怎么知道？他们确实提出了这个方案。钢筋是死的，木头是活的，用死东西去卡活东西，早晚会断。明代高塔承重用的是悬空斗拱的变体，把第7层的中心柱掏空1/3，做成暗焰纹，利用木头本身的韧性，把上面的重量分散到4周的飞檐上，这叫4两拨千斤。暗焰纹分散重量，原来是这样。卢老，您这一句话抵得上我们专家团队半年的研究。卢老，您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沈氏集团绝对全力支持传统木作，绝不让老祖宗的智慧杜绝。今天沈董要来宣布新的人事任命，史密斯先生的合资工厂马上就要落地了。赵总，等您当了合资工厂的总经理，可别忘了提拔兄弟我啊！哟，这不是弄坏太师椅的扫地老头吗？没让你坐牢就不错了，还敢回来？哼，脏了沈董的眼，你赔得起吗？看什么看？保安呢？把这个老叫花子给我轰出去！沈董，您来了。这个老头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，我马上让人把他赶走。你要赶谁走？沈董，他就是个被开除的底层维修工啊！底层维修工？我今天来，就是为了宣布一项集团的最高任命。从今天起，鲁承直先生正式出任沈氏集团手工木作部的首席技术总监。什么？卢老是失传绝技锁龙绳的唯一传人，是我们整个行业的祖师爷。沈董，一个连房贷还不上的扫地老头，现在成了祖师爷，这是给您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？就是他要是祖师爷，我就是鲁班在世了。周老，这就是我们即将收购的工厂，只要您在评估报告上签字，我们的数控提床就能全面取代这些落后的手工产线。周老，您能来指导，真是蓬荜生辉。我用一钉一敲，这是锁龙笋。师叔，30年了，我们终于找到您了。师叔，周老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只是个底层工人。30年前大地震，您用您的木作结构救了多少人，后来不辞而别，我们找了您30年啊！起来吧，我现在就是个连儿子婚房首付都凑不齐的糟老头子，当不起你们的师叔。您别这么说，鲁班叔的魂一直在您这里。你们刚才在嘲笑我师叔，史密斯，你的数控基础项目，我们工艺美术馆无限期否决。卢老，您请喝茶。沈董，你花5000万买我的木雕，又给我这么高的职位，你是个生意人，这笔买卖不划算。卢老，我不仅是个生意人，我更想保住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。哼，保住手艺，等机器能完全替代手工的时候，你们资本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踢开。不，我绝不会！我全资收购这家木质家具厂，根本不是为了赚钱。那是为了什么？因为忘不掉一个人。卢老，30年前大地震，是您用这半块阴阳锁的阴损，牢牢卡住了压在我头顶的断梁。你是当年那个小丫头。我找了您整整30年，我做梦都想再见您一面，亲口对您说一声谢谢。当年为了救你，
阴属卡在废墟里，拿不出来。这半块阳熟，我留了30年，当个念想。30年了，丫头，你长大了。卢老，这是沈氏集团50%的股份转让协议，只要您签字，集团的一半就是您的。丫头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这钱我不能要。卢老，这是您应得的，没有您，我30年前就死了。我救你，是因为你是一条命，不是为了换你的股份。匠人有匠人的风骨，拿了不该拿的钱，手里的刀就不稳了。那您让我怎么报答您？只要您开口，我什么都答应。我不要股份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不要让史密斯的现代科技取代传统木作，给那些只会拿刻刀，不会按机器按的老木匠们留一条生路。马上通知财务部，追加1亿投资，保住木质家具厂的手工生产线，同时立刻把外面那间旧厂房改造成沈氏集团手工木作部。卢老，您放心，集团最近承接的古建项目将全部采用传统榫卯工艺。从今天起，沈氏集团就是华夏传统木作的最高殿堂。老东西，你现在可是首席总监了，新官上任，总得给大家开开眼吧。史密斯先生的机器一天能切100套承重底座，你要是真牛，就用这堆烂木头也做个能承重1000斤的底座出来。赵副总，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这木头都烂透了。就是啊，别说1000斤，放个几十斤上去就得碎成渣。申董，这是你们的国宝，连一块好木头都不敢碰。我看你们中国的手工就是骗人的把戏，早点关门买我的机器吧。赵建刚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拿这种废料来刁难卢老，你安的什么心？申董，您急什么？他要是没这金刚钻，就别揽着瓷器活。你没事。卢老，他们这是故意设局害你，您千万别上当。人家都踩到祖宗的脸上了，我能退吗？1天时间太长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认输？3个小时，够了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3个小时，要是撑不住1000斤，你就给我当众磕头认错，滚出沈氏集团！赵建刚，你敢！一言为定。拿我的刀来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华夏的骨气。上配重，上！直接上500公斤的铁块，给我吊到最高，狠狠的砸！卢老，一定要撑住啊！哼，愚蠢的挣扎，准备看木头变成粉末吧！啊！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！里面肯定藏了钢！你作弊！你这个老骗子作弊！放你的狗屁！你瞎了眼吗？这全是纯木头，这是失传的悬空斗拱，受力越大，咬合越死。这是神技，是神技呀！上帝啊，这违背了物理学，这不科学。你的机器只懂冰冷的数据，但我们中国人的手懂木头的生命，想用机器淘汰我们，你做梦！太牛了！我们中国的手艺太牛了！
卢老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以前瞎了眼，觉得手工没前途，求您收下我们吧，我们不想当机器的奴隶了，我们要学真本事。快起来，只要你们肯学，我把命搭上都教你们。赵建刚，你要去哪儿？沈董，我错了，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您饶了我这次吧。饶了你？你差点毁了我们整个行业的尊严。副总的位子你别坐了，从今天起，你给我滚出家具厂，再敢搞小动作，我让你在整个行业混不下去。沈董，爸，我今天都听说了，我之前真不是个东西，竟然嫌弃您的手艺。爸，这是我连上了半个月夜班，用加发费给您买的顶级刻刀，以后您想怎么刻怎么，我给您打下手，求爸把手艺也传给我。傻小子，加班费留着给小雅买套好首饰，乱花什么钱？爸，这是鲁明的一片心意，您就收下吧。既然知道错了，以后就给我把这把刀握稳了。爸，我一定好好学，我绝不给您丢脸。卢老，出大事了，天塌了！南星，天塌不下来，慢慢说。史密斯背后的欧洲资本动手了，他们要在下个月的巴黎国际大展上推行新的国际安全标准。什么安全标准？他们要举办一场极限沉重对抗赛，如果他们的数控机从赢了，全球都会把传统手工榫卯定义为不安全结构，到时候全世界都只能买他们的机器，我们的传统手艺将被彻底封杀。彻底封杀？他们这是要断了我们的根啊！更卑鄙的是，为了保证机器能赢，他们买通组委会强行修改了比赛规则。第一，要求在24小时内造出3米高的承重塔，这根本不是人力能达到的速度。第二，他们以现代化为借口，禁止我们带入任何尺子、墨线等传统测量工具。没有尺子，怎么证榫卯的精度？这明摆着要逼死我们啊！好啊，好得很。他们以为改了规则就能断了我们的根。不让用尺子，真正的木匠这双眼睛就是最准的尺。南星，马上给我报名。卢老，您真要去？去，为什么不去？我要在全世界的镜头前让他们知道，华夏的脊梁永远压不弯。爸，你给我放下！明明，你干什么？这块料子马上就出形了。出形？你的手不要了吗？你看看你的手，旧伤还没好又添新伤，你是不是真要手废了才甘心？就是破了点皮。巴黎大战没几天了，我得抓紧把技术练到极致。练手也不能不要命啊！你要是手废了，拿什么去巴黎砸他们的机器？我今天跑了3家医院，找了最好的骨科专家。这是最顶级的护具，医生说了，这用的是航空材料，不影响你手指的灵活度，但能最大程度保护手腕关节。航空材料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小雅能同意吗？小雅逼着我买的。她说你要是手废了，我们这辈子都良心不安。爸，我知道你要去巴黎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，但你得保护好自己啊！算儿子求你了，带上他吧。好，爸带，爸听你的。哎，你们发现没有？沈董对咱们师傅简直是毕恭毕敬，像供着神仙一样。对对对，我也发现了。堂堂一个百亿集团的女总裁，在师傅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昨天我亲眼看见沈给师傅倒茶，一个百亿富豪倒茶呀，他的手都在抖。你们懂什么？昨天沈董来送材料，我爸在抱木头，他就在旁边足足站了半个小时，连坐都不敢坐。而且他堂堂百亿总裁，竟然亲自给师傅端茶倒水。
沈董不会是师傅失散多年的亲戚吧？活都干完了，孙某都严丝合缝了，在这儿嚼什么舌根？爸，我们就是好奇，沈董对您也太恭敬了，恭敬的有点过头了，我们怕您被资本家给骗了。骗什么骗？他就是个生意人，指望我给他干活呢。拉倒吧，生意人能给您追加1亿投资，能为了您跟欧洲资本翻脸？师傅，您就给我们透个底儿吧，您和沈董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能有什么关系？30年前大地震，我救过他一命而已。救了他一命。30年前，那时候沈董才多大呀？10来岁吧，在废墟里哭得像个小猴子似的。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您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30年前大地震，我路过一片倒塌的家属楼。救命！有没有人救救我？丫头别动，千万别动！他要掉下来了！给我进去！丫头，别怕，只要隼毛咬住了，天就塌不下来。爸，您的手就是那时候受伤的。从那以后，手落下了病根，不能再全职干这行了，我就带着你回了老家。所以，沈董这30年一直都在找您。她是个死心眼的丫头，留了半块木头，找了我30年。30年，一个100亿总裁为了半块木头找了您30年。沈董，巴黎组委会那边催着要最终的参赛名单了，万一卢老改变主意，他不会的，我必须亲自拿到他的确认。卢老，巴黎那边施压了，今天必须提交名单。名单交了吗？我心里没底，欧洲资本这次是冲着绝杀来的。上楼说。请进，你先坐，我去给你下碗面。这羽毛的纹理竟然雕到了0.1毫米，卢老，就算是最顶级的机床，切到这个厚度，木头也会直接崩碎。您是怎么做到的？机器是死的，只认数据。我是顺着木头的精力下刀，木头有灵，你顺着它，它就成全你。这就是我们能赢机器的底牌。吃吧，尝尝我的手艺。30年了，终于吃到恩人亲手做的面了。一碗面而已，想吃随时来。卢老，您不知道我这30年是怎么过来的，所有人都把我当成赚钱的机器，股东们逼我，欧洲资本算计我，他们觉得我是个女人，根本守不住传统手艺。这次巴黎大展如果输了，恐怕沈氏集团的木作部就保不住了。当年在废墟里，我以为我死定了，是你告诉我，只要这榫卯在，天就塌不下来。我靠着这句话撑了30年。丫头，别怕，以前是你一个人扛，现在我回来了，只要有我在，这天就塌不下来。沈董，卢老他通知公关部，向全球媒体发布正式声明，沈氏集团正式接受欧洲资本的挑战，
巴黎大展，我们奉陪。是，沈总。卢老头，这是巴黎组委会刚刚公布的比赛指定用木，他们特意给所有参赛队伍寄了样品。赵建刚，沈董不是让你滚出家具厂了吗？你还敢来这儿撒野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现在是史密斯集团亚洲区执行副总裁。哼，一块木头而已，还能比钢刀硬？啊！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连最硬的钨钢刀都像玻璃一样脆，这叫非洲黑金木，硬度堪比钢铁。想徒手用刻刀雕，你们就做梦吧！简直就是一块铁疙瘩，这要我们师傅怎么雕？赵总，我看这帮土包子根本不懂什么叫高科技。这种黑积木只有我们史密斯集团的机床才能切得开，就凭他们手里这几把破刀片，简直是螳臂当车，笑死人了！卢老头，我劝你趁早带着这帮徒子徒孙滚蛋，别去巴黎丢中国人的脸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带着你的狗滚出我的厂房！老东西，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！木头再硬也是地里长出来的，你们这些只懂机器的蠢货，永远不懂木头的命门在哪儿！滚！好，我倒要看看，到了巴黎你是怎么身败名裂的！我们走。爸。赵建刚虽然是个混蛋，但他没说错啊！这木头根本凿不进去。师傅，这木头比铁还硬，我们连个印子都留不下。去了巴黎，不是等着被全世界看笑话吗？难道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，真的要绝在咱们手里了？我不甘心，我真的不甘心！凭什么一台破机器能切开，我们活生生的人却拿它没办法？哭什么？刀断了，是因为你们用错了方法。用错了方法？你们错把它当成铁，想用蛮力去切它，但它是木头，木头是有经络的，刀越快越容易折断。对付硬木，不能切，只能劈。利刃一折，钝器开山，找到木头的气口，用钝器去砸，靠内部的张力让木头自己裂开，这叫四两拨千斤。可是爸，这是黑积木啊，普通的铁楔子砸上去一样会崩碎的。所以我们需要一把真正的神器。什么神器？无刃铁凿。无刃铁凿？那是我师傅的老物件，用古代技法锻打出来的，没有开刃，但刚柔并济，专破这种硬木头。太好了，爸，那把铁凿在哪儿？我们马上拿来试。当年地震后，我离开师门，没脸带走师傅的工具，那把凿子还埋在川西深山里，我师傅老房子的灶台底下。川西深山，爸，从这儿开车过去，最快也得2天2夜。可是飞巴黎的航班就在今晚啊，时间根本来不及。谁说来不及？开车来不及，那就飞过去。我这就联系通用航空公司，包一架直升机。你说什么？川西突发特大泥石流？航线管制，直升机无法降落。完了，连老天爷都不帮我们，难道我们真的要空着手去比赛吗？这会被全世界笑掉大牙的。卢老，对不起，我……哭什么？天塌不下来。鲁明，收拾行李，今晚的航班我们照常飞巴黎。爸，我们连工具都没有，去了能干什么？比赛有24小时，前12个小时我不需要工具，只需要用眼看，用手画线。南星，
我们先去巴黎守住阵地，剩下的12个小时，我等你把无刃铁凿送来。好，卢老，您放心去巴黎。那把无刃铁凿，我亲自给您送到巴黎赛场。就算是用手挖，我也要把它挖出来。各位董事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是我们史密斯集团开出的合资合同，足足3000万美金。3000万美金，只要签了字，我们集团今年的利润就能翻倍啊！没错，但史密斯先生有一个附加条件，沈氏集团必须立刻裁撤所有手工木作部门，全面引进史密斯集团的机床。赵建刚，你一个被开除的叛徒，有什么资格来要求我们？沈董，我现在代表的是欧洲资本，各位董事还不知道吧？你们那位被沈董捧上天的卢老，今晚已经带着徒弟飞去巴黎了。最可笑的是，他们完全是空着手去的，连一把比赛能用的刀都没有。什么？空着手去比赛？那不是去国际舞台上丢人现眼吗？沈董，我们是企业，不是做慈善，不能为了你个人的情怀，把整个集团拖入深渊。如果在巴黎大展上交了白卷，沈氏集团的股价会直接崩盘。我们必须立刻签下这份合同，发声明和手工部撇清关系。沈董，听到了吗？这就是民意，赶紧签字吧，别做无谓的挣扎了。3000万美金，你们就这点出息？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刚刚批下来的8000万专项注资。8000万，还是国家基金会的注资？没错，这笔钱专门用于支持我沈氏集团的传统手工木作部。史密斯投3000万，是为了垄断市场，把我们变成他们机器的附庸；而基金会投8000万，是为了保住我们5000年的文化脊梁。沈南星，你少拿情怀来压人，国家给钱又怎么样？那个老头子在巴黎连工具都没有，拿什么赢？那我们就走着瞧。各位董事，我沈南星今天在这里立下军令状，巴黎大展就是我们的生死擂台。如果我们手工部输了，我立刻辞去董事长职务，净身出局，以后集团你们说了算。但如果我们赢了，史密斯集团的机器必须永远滚出亚洲市场。好，沈总既然敢拿全部身家做赌注，我们董事会就陪你疯一把。好，沈南星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会亲眼看着你们在巴黎怎么死。马上备车去机场。沈董，去哪儿？去川西，我要亲自把那把铁凿挖出来，给卢老送到巴黎去。哟，卢老头，你们的工具呢？不会是过安检的时候被扣了吧？堂堂中国代表队空着手来参加世界大赛，你们是来比赛的，还是来巴黎要饭的？赵建刚，你少得意！鲁先生，我的机器10分钟就能切出底座，你却连一块木皮都剥不下来，认输吧，别浪费大家的时间。急什么？比赛有24小时，前12个小时我不需要工具。不需要工具，那你干什么？找他的命门。画线？你以为画个符就能把木头劈开？简直是神经病！沈董，前面没路了，泥石流太危险，救援队说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卢老在巴黎等我。他连一把刀都没有，我不能让他在全世界面前孤军奋战。沈总，你干什么？没有路，我就挖出一条路，说什么也要把那把铁凿找出来。沈总，您的手受伤了，让我来挖吧，别管我。找灶台，卢老说在灶台底下。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马上联系私人飞机，不等航班了，我们立刻飞巴黎。哎呀，比赛时间马上过半了，
还在这里划线呢。顺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听说沈南星的航班延误了，今天怕是赶不到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们等不到那把破铁凿了！12个小时一到，评委就会以消极比赛为由，直接取消你们的资格。爸，沈董被困住了，铁凿送不来了，我们完了！慌什么？你看看他们的木头。黑金木的树脂正在被几百度的高温烤化，外表看着光鲜，里面早就全是暗裂纹了。机器切得越快，死得越惨。我们赢定了。鲁先生，12个小时过去了，你没有对木料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切割。如果你再不动手，我们将立刻取消中国队的比赛资格。评委先生，他们根本切不开黑金木，就是来骗吃骗喝的，赶紧把他们赶出去！中国的手工木作就是一个国际笑话罢了。你们闭嘴！我爸在等工具。哈哈哈哈哈！等工具？等沈南星吗？他现在恐怕还在川西的泥坑里打滚呢。保安，把他们请出去。别碰我！规则只说24小时内交出成品，没说我前12个小时不能划线。你们凭什么赶我走？因为你根本没有工具。等一下！谁说他没有工具？卢老，我挖出来了，我给您送来了。丫头，你受苦了。哈哈哈哈！我还以为是什么神器，搞了半天就是一把连刃儿都没开的破刀片。沈董，你拼了命送来的就是这种工业垃圾，想用一块钝铁劈开黑梨木，简直不可理喻。刀越快越容易断，对付硬木头就得用钝器。卢明，拿锤来。这怎么可能？上帝啊！他用一块钝铁劈开了黑积木，这就叫4两拨千斤。卢明，咱们动手！现在进行终极测试，10吨重力极限施压。赢定了！我们的机器是无敌的。怎么回事？我早说过，机器的高温烤化了树枝，里面全是暗裂纹。史密斯团队失败，现在测试中国队。不可思议！中国队挑战成功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永远压不塌。抗议！我要求对中国队的木料进行化学检测。黑金木的硬度极高。纯手工绝对不可能在一瞬间完成切割，他们一定使用了化学液剂，这是严重的作弊。对，他们作弊，必须立刻取样检测。史密斯，你们的木头塌了就血口喷人，我们只不过是顺应木头的天然纹理，没有使用任何化学手段。到底有没有作弊，检测一下就知道了。组委会决定接受提议，工作人员现在进行取样，化学分析需要时间。明天上午9点，
组委会将公布检测结果，宣布真正的比赛结果。爸，他们这是故意拖延时间。真金不怕火烂，随他们去。100万欧元，明天早上的检测报告，还请你帮个忙。可是史密斯先生，大庭广众之下取的样，如果被查出来，怕什么？检测室是你的，只要把他们的样本换成我们用强酸泡过的样本就行了。只要他们队被判作弊，史密斯集团就能垄断整个市场。到时候我再给你加1000万。成交！明天早上他们完蛋了。各位，经过组委会实验室的连夜检测，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在中国队的木料样本中，检测出了高浓度的工业腐蚀性强酸，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比赛规则。我宣布取消中国队的比赛成绩。哈哈哈哈哈！作弊，离开会场，回老家去。沈董，就是你们所谓的千年文化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！不可能，这报告是假的，我们绝对没有使用强酸，我要求重新检测。沈女士，这是国际顶尖实验室出具的报告，具有绝对的权威性。保安，请他们出去。放开我！你们这是诬陷！慢着！权威实验室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化验单不过是废纸一张，老东西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白纸黑字写着，你拿什么证明？拿老祖宗的规矩证明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被强酸泡过的木头内部纤维尽毁，脆如烂泥。那又怎样？今天我就让你们这帮洋人开开眼，看什么是中国木匠的龙须泡花。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！只有气血贯通、纤维完好的活木头，才能爆出这种薄如蝉翼、坚韧不断的龙须爆花。你用强酸泡过的木头爆一个给我们看看。拿一袋电锯切出来的烂锯末，就敢说是从我塔上刮来的？我鲁城市的刀下从来不掉锯末。不关我的事，是史密斯，是他让我调包样本的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！是史密斯，是他给了我100万欧元，让我把中国队的样本换成提前泡过洋酸的废料。你胡说！你这是诽谤！是不是诽谤？跟警察去说。不关我的事儿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赵建刚先生，我们接到举报，你涉嫌严重的商业贿赂和跨国诈骗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鲁先生，我代表组委会向您和中国队致以最深的歉意，是我们工作失职。我正式宣布，本次巴黎国际大战的唯一总冠军是中国队！卢老，我们赢了，我们真的赢了！不是我们赢了，是老祖宗的手艺赢了。华夏木作，干干净净，堂堂正正。沈董，巴黎大展的转播在全球引起了轰动。我们集团手工木作部的订单已经排到了5年后，法国卢浮宫、英国大英博物馆都发来古建修复的合作意向书。按顺序排期，告诉他们，沈氏集团的修复项目全部采用中国传统榫卯工艺，否则免谈。明白。沈董，史密斯集团的股价今天开盘暴跌了40%，他们亚洲区的业务已经全面停滞了。他们想用阴谋垄断市场，最终被自己的傲慢毁了。
备车，去卢老的厂房。手要稳，心要静，别以为在巴黎拿了奖就无敌了，基本功不扎实，再精妙的榫卯也是空中楼阁。爸，卢浮宫那个项目，您打算用什么结构？用最基础的燕尾榫。燕尾榫，那可是最简单的结构啊！大道至简，越是复杂的修复，越需要最稳固的根基。南星姐，尝尝这个红烧肉，爸亲自下厨做的。谢谢小雅，天天来蹭饭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吃饭就吃饭，哪来那么多规矩？南星姐，下个月我和小雅结婚，想请您来喝杯喜酒。当然要去，这可是大喜事儿。卢老，鲁明结婚，您这个当爸的准备了什么礼物？爸，这是鲁班尺，是我师父当年传给我的。今天我把它传给你，记住，不管世道怎么变，守住木作正统，别让老祖宗的东西断了。爸，我记住了。卢老，厂房旁边的地我已经买下来了，准备建一个华夏传统木作博物馆。挺好，让后人看看咱们祖宗的手艺不比洋人的机器差。博物馆建好后，我想请你当馆长。我一个老头子当什么馆长？我还是喜欢在厂房里刨木头。卢老，30年前您救了我，30年后您又救了沈氏集团，我欠您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你守住了老祖宗的规矩，守住了千年传承的路，这就够了。好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把这条路走下去。